和牛是日本从1956年起改良牛中最成功的品种，也是全球公认的最优秀的肉用牛。所以就算日本人没身份证，但这牛必须得有，就这么拽。又到了吃和牛的日子。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家店，它在日本的和牛界非常的有名。其实日本的很多大佬都很喜欢在这家店谈生意。他家在银座，这是一个日本富人很爱消费的地方，好东西很多，但都很贵，可能我这辈子都逛不起。哎，好了，不要讲那么多废话，再讲一点吧。こんばんは。17時半予約したようです。2人で。こんばんは。こんばんは。前菜的设计非常奢华，一个小木盒子里面装了鱼子酱、和牛、海胆，鱼子酱的爆破感加上海胆的鲜甜，我怎么感觉这个菜可以单飞？我第一次前菜吃出了过瘾的感觉。在他家吃肉的体验会很好，会有一个非常专业的烤肉师。里脊算是和牛里面比较瘦的，但就算这样一口下去都很软，因为它的肌肉里面还是挤满了很多脂肪。里脊也是牛身上最稀有、最珍贵的部位，只有吃里脊的时候才会有那种感悟，原来牛肉本身是有味道的。感觉是那样嚼一坨不油腻的固体脂肪。后切牛舌是最难烤的一个部位，这一块是舌根肉，舌头上面最软最肥的部分。嚼牛舌真的是一种享受。其实我觉得不挤柠檬更好吃，因为我喜欢粉色部分那个奶味儿，又韧又软，也只有和牛的牛舌才能做到这种感觉。每一次吃横膈膜肉，咀嚼的每一下里面都有水冒出来，你能喝到牛肉汤，而且他家每一块肉的调味都不一样，淡淡的孜然味就很像烧烤。他家的沙拉真的很厉害，是用熟成的牛舌来做的，当然还是沙拉。下个菜，烤和牛虽然真的很好，但是多吃2口就会很腻。这块介于牛胸跟牛腹之间的肉，其实就是胸腹膈膜，比普通的横膈膜肉更肥一点，透着光看就是雪花分布的更漂亮。可能这个就是肉很脆吧，进嘴特别像牛肉版的咸烧白，嚼得你满口油香。横膈膜是喝牛汤，这个就是喝牛油。这是一片很常见的横切牛舌，从舌尖切到了舌根，没那么软，但是比较脆嫩，吃起来会有嚼内脏的感觉。我还挺喜欢那个新鲜的味道。然后是一片牛腿肉，还配了个米饭。我特别喜欢和牛寿司，带着肉香的米饭，中国味一下会被满足，是他们家最贵的一道菜。下面把三明治烤脆，然后会夹着牛里脊最中间的那个部分。对不起，郑中基老师，光是制作它的过程看着就很享受，边角料会单独切下来蘸盐吃，它是非常柔和的味道。外面一层吃起来又薄又脆，因为它是油炸的，所以能够锁住很多油水。烤的温热酥脆的吐司，加上鲜嫩多汁的和牛，还刷了一层微辣带着果香的酱汁。它那个肉的质感和虾很像，吃完特别的满足。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和牛三明治。然后是一片水煮的薄切里脊肉，蘸上他们家特制的咸蛋黄鸡蛋泡泡，再加上了黑松露之后，就是你已经能闻到扑面而来的汽油味了。它很像坚果蛋黄酱包裹着和牛，鸡蛋泡泡里面还有神奇的颗粒感，就像麦丽素的心，脆甜脆甜的。它还是很贴心的，给你上了一碗饭，直接泡在刚才那个汽油蛋液里。这一口饭承载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。最后的甜品是一个黑芝麻雪糕，有点像冰淇淋版的铜锣烧。果然这家店出名还是有原因的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打个样，就是没吃饱。日本和牛身上最贵的那块里脊肉，已经可以卖到普通牛肉价格的100倍。那为什么这么好的肉日本不出口呢？真的很无语。你装什么？又到了吃牛肉料理的日子。今天我们去了这家店，终于不是烤肉了，他家是高级的和牛料理，用的也是每天泡温泉、喝着中药长大的牛，感觉主打的是一个生化的概念，但还是比海里的那些要安全。虽然这些牛活得比东京人还精致，但是最后还不是进我嘴里。又来到熟悉的麻布十番，经常会在这里偶遇日本明星，服务员会提前站在街上等你，然后把你领到楼下。这么高级，但是只有6个座位，菜单是放在信封里的，虽然很可爱，但是有点土。狗妹开始吧。第一道前菜就是各种小盘子，像是小时候玩的过家家，但是又很像过桥米线，就是一种想拿米其林但是没拿到，但还是要把仪式感做足的倔强。不是我今天怎么攻击性这么强啊？腼腆一点吧。它是一道可以自由组合的打牛肉，根据自己的喜好做好馅儿，放到饼干上，有一点像吃taco，过桥taco。就是当鱼子酱加上那个盘子上的蛋黄之后，味道会变得更像香醇。每一道菜用的餐具和盘子完全都不一样。低温慢煮的和牛配着番茄的味道，像是吃火锅的时候的鸳鸯锅里的清汤锅，但是它有很多小心机，淡淡的牛油香味和柚子柠檬意外的很配。我现在感觉和牛跟什么食材都很配。这个小小的章鱼里面是包了馅儿的，像一个章鱼版的小饺子。里脊肉里面包的是芦笋，外形看起来有点像一个江浙菜，九转大肠。它下面那个酱是甜蒜酱，我觉得它更能把牛肉的味道激发出来。这家店虽然很高级，但就是上菜太慢了。下个菜是一杯鸭汤，就只有一杯鸭汤，高脚杯哎。第一次用这种方式喝鸭汤，好高级啊！它是有点辣卤鸭汤的感觉，但还是有脂肪的甜味。这是一个可爱的带着小熊图案的和牛三明治，它因为把黑松露做成了蓉，所以现在整个餐厅都是汽油的味道。它像是和牛三明治版的费列罗，里脊肉嚼起来就是很软弹。牛里脊真的太脆了。接下来是个甜品，黄油芝士蛋挞。他们家的盘子怎么这么好看？因为都是定制的，比这个菜的设计还好看。它外面那层像麦当劳甜筒的脆壳，但里面比较接近榛果巧克力的味道，又像是在吃水果塔。哇，这个菜很像是砂锅版的花椒鸡。这个就是当天一艘船里捕到的最好的海胆，就会运到这个地方来。一勺下去，你都能感觉到满满的胶原蛋白，里面有一个很嫩的大块海胆，它是肉海胆，嚼起来像肉。汤底有点像西式版的土豆泥，像是鸡汤和鱼汤混合起来的味道，但是那个粘稠的胶感又很想捞妈蹄花，真的很鲜。他用的这颗海胆感觉比北海道的海胆还好，所以它真的很贵。刚才的那一口海胆真的很惊艳，我第一次吃到脆的海胆。主菜用的是里脊肉最中间的那个部位，因为炭烤，所以在嘴巴里嚼的时候会有柴火的香味，你会感觉那个柴火味会把和牛更野性的那个味道激发出来。我发
发现好的牛里脊会有种特殊的口感，像是阳光玫瑰青提的那个感觉，外面嘎吱嘎吱的，但是里面又很嫩，骚骚的，我喜欢那个骚味。荔枝冰是用来清理口腔的，因为下个菜是碳水，它这个牛肉饭里面还加了鱼子，土锅煮的米饭真的最好吃了。刨饭的时候还能感觉得到鱼子在嘴巴里面爆破。跳跳糖和牛饭，吃到一半会往饭里面泡茶，比较传统的日本吃法，但它那个茶闻起来有点像兰州拉面的汤底。最后是一碗迷你冰粉和冰淇淋，吃完之后还会给你做一个小饭团，生怕你吃不饱，但是确实没吃饱。他们家真的很精致，吧台非常漂亮，很适合约会。阿基推荐指数7.5分。#内敛。东京，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城市，虽然我的账号就叫东京阿基，但是来日本这么久了，我都没有正儿八经介绍过它，所以我就在想啊，如果我只有1天的时间，我会在东京做一些什么事儿？我们和上次的神奈川一样，就从早饭开始。首先，如果你的预算比较足，我真的很推荐尝试一下东京的怀石早餐，服务和体验都特别的好。但是那个什么，作为早餐确实有点贵，如果想省一点，回转寿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毕竟早饭吃好了，才会有接下来的事儿。代官山是一个很适合上午散步的地方，那家米其林1线的咖啡厅，还有非常网红的鸟屋书店都在这儿，感受一下日本富人区的氛围。而且它的旁边就是涩谷，就是那个很大的交叉十字路口。涩谷玩的地方可太多了，忠犬八公的故事就是在这儿发生的，还有超多的影视作品都在这儿取过景。到了午餐时间，最好不要吃太油腻。这家现烤的汉堡肉我很喜欢，而且也不贵。吃完饭我一般会去唐吉诃德逛一下，它是一个综合性特别高的百货，主要是因为他们家特别的便宜，所以当地人也很喜欢。野餐一定要备一点零食，但这个晴热价格 logo 的还不错。这是我在里面特别喜欢的香菇干，嚼起来像薯片又像炸串的味道。菠萝蜜水果片我也很爱，吃太油了就用这个解腻。九州番薯条，边走边吃特别上头。最后再推荐一个鱿鱼丝，也很香。当然也不只是零食，很多日本的东西他们这儿都有。如果你还恰好追星，那就更有意思了。涩谷经常会有各种明星的快闪店，比方说现在就是某女团，上个月是某电视剧，反正比较火的东西都会选在这儿。接着下午的时间会很充裕，可以有很多选择。如果你觉得去迪士尼太累了，可以爬一爬东京塔，这个可是东京的标志，巨壮观。不想爬楼梯还可以坐电梯。钢铁森林还是很浪漫的。接下来肯定是很多粉丝想去的地方，秋叶原虽然很难一句话讲清楚，秋叶原只需要记住一个点，就是不要在你看的第一家买。但其实就算不花钱也会很开心。最后就是东京的夜景，一定要带着喜欢的人去喜布亚 Sky， 静谧而美好，感觉就是形容这儿的。东京真的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，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成为任何人。我也开始慢慢意识到，这个复杂的城市包容的并不是人，而是美。阿基推荐指数9.5分。最后提醒大家，在东京玩的时候，可以等到最后一天再购物。买东西的话，可以直接去东体，因为这里的东西真的相对便宜，基本上只要是日本的日用品，还有药妆，在这儿都可以找到，不用担心被坑，也不用担心买到假货。好了，卡维尔。这么久没更新，干什么去了？其实主要是回国了，时隔4年终于回来了，我好兴奋啊！这次来上海主要2件事儿，一是来参加个大博主的婚礼，二就是今天这家店了。早就听说上海有很多好店，但是今天这家本帮菜不仅拿了3年的米其林，还拿了3年的黑珍珠，什么牌面啊这么大？这次回国主打一个见世面。这是我回国之后探的第一家店。我真的很喜欢上海的晚上，华灯起，夜色阑珊，感觉很让人安心。你好，我是刘，7点半预定的3位，但他们2个还没来，我先到了，我可以进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。这个餐厅是真的很大，进门的这面墙也很牛。点菜的时候就能感受到服务态度是真的好，餐前小菜会送一个酸桃子，很脆，主要是清口用的。第一个菜就非常的重磅，九转小肠，看看它有没有保留一些东西啊。他家把小肠卷得特别的紧实，再加上小肠很瘦，是特别有层次感的劲道，油香油香的卤水，很想直接泡饭吃。然后是他们家的特色菜花雕醉虾，虾身里面塞了满满的溏心虾膏，真的很夸张，料汁有一种淡淡的梅子味。一嚼它，里面的虾膏会被挤出来，摊在舌头上的体验真的很美妙，但是有点贵。然后这个菜是螺片和田鸡，和田鸡是世界5大名鸡，比我有名多了。淋上料汁拌好之后就可以吃了，厚厚的鸡皮很 Q 弹，而且鸡香特别浓郁。一句话总结就是加了螺片的葱油丝鸡，但这个螺肉确实没什么存在感。然后下面这个菜很厉害，叫红鲟蒸米糕，名字取得真好。简单来说就是猪油饭蒸膏蟹，我也很高兴，它那个红膏真肥美，荷叶的清香也很明显。下面蒸饭用的海鲜酱油特别好，饭的海鲜味特别浓，而且越嚼越香，前肉也很饱满。但这个菜是真的扎实，建议后面再点。然后是一盘煎鱼，鱼皮炸的油脆油脆的，吃起来像蒜瓣肉。然后服务员送了我们一碗福建的卤面，因为是用虾头熬的汤，一翻面那个虾味就扑鼻而来，好浓的虾味。然后这个菜叫姜母鸭，油煎的姜片真的很香，看上去真的很像张茶鸭，但是调味却是生姜汽水。然后这个菜我很喜欢，叫葱烧河鳗，它是把鳗鱼先煎后烧，去骨之后里面塞了香菇。吃的时候我就在想，虽然它是鳗鱼，但真的很像在吃红烧肉，还是肥肥糯糯的那种，舌头一顶，鱼肉就在上膛下面散开了。这个菜是意式炸黑猪，酸甜的调味，显得炸过的猪油更香了，很像零食的感觉。然后最后的甜品是个茶冻，我真的太推荐它这个了，十分收敛的奶甜，配上浓郁的茶香，口感又像很稀的双皮奶，特别的好。今天吃了最好吃的菜，每个菜吃完都是最好吃的菜。删掉这一段。总的来说，这家店吃得非常的开心，如果不考虑价格因素的话，一定常来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卡维尔，回国真好。